每年的腊八节是我们约定的日子。过去5年，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在三亚举办颁奖仪式，感谢老师，致敬老师。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在三亚见面，但是我们的约定不会变，对老师的致敬更不会缺席。今天我们大家虽然在天南海北，但是我们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聚在了一起，这是我们对100名获奖老师的敬意，也是对100名老师背后290万名乡村教师的敬意。等疫情过去了，我们一定会再找时间把大家的三亚之旅补上，到那时候我们再见面。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各位川普的支持者们，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今天有一个大消息，那就是川普总统今天发表了重磅演讲，并且在发表这个重磅演讲之前，川普总统特赦了143个人，里面就包含了班农先生那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复杂了起来。川普的告别演讲都已经演说了，那他还特赦啥嘛？并且呢，这个演讲里面透露了杀机了。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一个美国的大姐听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讲话以后已经做出了非常猛烈的举动，非常猛烈甚至是激烈的举动面具人这里还有录音，等一下放给你们。那今天要讲的新闻比较多，咱们先来看看川普总统的告别演说揭露了什么样的杀机，并且呢，还有10几个小时以后，拜登总统就要上任了。但是呢，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并没有邀请台湾和大陆的官员，没有邀请他们的外交大臣，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那这就搞得比较尴尬了。面具人在油管1年多来，也是看遍了台湾和香港的一些民主上面的变化。那么面具人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结合台湾目前的现状，来深度的讲讲外交、民主、民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由于昨天视频黄标的关系，所以这个节目发出来，你们现在看到可能有些新闻已经滞后了。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的内容还是很精华的，尤其是港台朋友们，我建议你们看完以后，顺便帮面具人我转发一下，这个对你们的国家的发展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对你们理解政治也是有相当大的好处的。好了，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川普发表告别演讲的事情当地时间19日，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告别演说。川普在演说中敦促为美国下一届政府祈祷，但拒绝提及拜登的名字。川普在视频讲话中说：“我向他们致以最好的祝愿，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好运。”报道称，在任期的最后几周，川普一直躲在白宫，而他的支持者在6日的时候冲进国会大厦，导致包括1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个人离世的骚乱了以后，川普一直非常的郁闷。不过路透社称，在讲话中，川普仍然试图强调他在总统任期中引以为豪的方面。我们做了我们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情，并且呢，我们做的更多。川普说，我们接受了艰难的战斗，最艰难的战斗，最艰难的选择，因为这就是你们选择我去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川普的讲话视频，按照川粉的逻辑来理解，就是你们仔细品品这个视频，细细的品味，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暗藏杀机的。To serve as your president has been an honor beyond description. Thank you for this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ur agenda was not about right or left. It wasn't about Republican or Democrat, but about the good of a nation, and that means the whole nation. For years, the American people pleaded with Washington to finally secure the nation's borders. I am pleased to say we answered that plea and achieved the most secure border in U.S. history. We revitalized our alliances and rallied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to stand up to China like never before. As a result of our bold diplomacy and principled realism,
we achieved a series of historic peace deals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the dawn of a new Middle East, and we are bringing our soldiers home. I am especially proud to be the first president in decades who has started no new wars. Above all, we have reasserted the sacred idea that in America, the government answers to the peopl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movement we started is only just beginning.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The belief that a nation must serve its citizens will not dwindle, but instead only grow stronger by the day. As long as the American people hold in their hearts deep and devoted love of country, then there is nothing that this nation cannot achieve. I go from this majestic place with a loyal and joyful heart, an optimistic spirit, and a supreme confidence that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our children,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看完了吧？这里还有一个美国大姐美国华人大姐啊。这个大姐看完了川普的告别演讲视频以后，当场尿崩的就在微信群里面继续撒狗血挺川的录音啊，你们听一下，太猛了。刚才我朋友给我从电报局给我寄来东西了，就是要我发给所有的人看，我发不到这里，你们也打不开。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他要叫所有的自发的民兵全部不要在街上，因为他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士兵就是说全都是训练的最好的，请你们不要有一个人在街上，如果你在街上的话也会给我们打，所以他在呼吁所有的人待在家里不能出去，马上就要开始了。看完了吧？哦，对了，还有一则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告别演说。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透过白宫网站发表告别感言，她表示能够成为第一夫人对她来说是一种荣耀。好了，川普的演讲咱们看完了，大家都在猜想川普是不是疯了，居然能够承认失败了。那么按照川粉的话来讲，就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再给大家看一个报道啊，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于1月20日下台，在他的任期最后的时刻颁布了命令，特赦了73个人，包括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还有70个人获得了减刑，共计获得特赦或者减刑的人数为143人。这143人中，除了班农，也包括饶舌歌手，还有前底特律市长基尔帕特里克，还有前谷歌工程师莱万多夫斯基，还有共和党主要捐款人布罗迪、商人韦斯等。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指称，特朗普没有为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做任何赦免，也没有赦免自己的私人律师朱利亚尼。美国有线新闻网站 CNN 在同日较早之前已经报道过，特朗普决定赦免班农。有消息称，这个举措是特朗普在即将离开白宫前几个小时做出的决定。那川普告诉其他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赦免班农的。那目前来看呢，按照斯东记还有很多川粉大 V 们的说法，就是川普在招兵买马了，会在1月20号杀回白宫。那这个话招兵买马，面具人保留。1月20号杀回白宫，不敢恭维。首先呢，川普在接下来的10个小时左右他搞军变杀回白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但是呢，招兵买马，面具人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他特赦的这几个人都是非常有能力的，而且呢，都是为川普奋战过的。有市长，这是政治力量，还有谷歌的工程师，这是技术宅，还有商人负责搞钱，还有班农这个喜国国师，还有歌手这个文艺兵，对吧？基本上各种人才都齐全了。那么川普赦免这么多人，他究竟是想要干嘛呢？你们看
川普的整个演讲过程中没提拜登，那就证明川普还是很不服气的，那就证明，川普不想跟拜登握手言和，大概率是不想并且呢，川普很有可能跑到某个红州作为极端保守的政治力量，然后呢，他会尽量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还有呢，成立自己新的保守派政党。所以呢，叫川建国没毛病。甚至呢，川普会制造一支独立于美国的力量，有点类似于诸侯割据的感觉如果说川普创立一个新的政党，美国的第3党、第4党、第5党，对吧？那川普就很可能会迅速的建立起一个美国的第3大党，甚至有可能是第2大党。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美国的前途还真的是风云莫测呀。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川普的个人问题，川普当选总统只是美国问题的一个果，川普又通过总统的4年，把这个美国的各种矛盾问题给放大了，导致了美国的民族的鸿沟呀、经济的鸿沟呀、外交的鸿沟呀，都越来越大。但是咱们想一个问题这些原因问题都是因为民众把川普选出来了。如果说川普不是这样的人不能符合民众的要求，那怎么可能把川普选出来嘛？所以说不是川普一个人的错是美国整个民族出问题了。而且咱们再想一个问题川普他敢于创建第3党，他肯定是考虑了民意的支持度。如果说没有足够的民意的话，那这个党就是白建了，没有任何用，昙花一现。但是呢，如果确实有足够的民意，那共和党可就惨了，共和党就会腹背受敌。你说比新鲜感，比右派保守，你肯定比不过川普嘛，对吧？而且呢，共和党常年纵容川普，也得罪了民主党。共和党要么就是被民主党排挤，要么就是被川普党吸收。目前呢，呼声最高的就是说川普会成立一个爱国者党。如果说爱国者党成立，就看国会里面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共和党，加入爱国者党吧。如果真的是很多人倒戈的话，那美国前途呀真的是很风云莫测。其实呀，民主国家的党派呀跟历史什么的都没关系，这个党派能不能厉害，主要还是要看选民基础，还有看这个创立党派的宗旨和理念能否吸引到更多的选民。搞定了选民，那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就可以无中生有。你像这个 Fox 电视台，跳船了，不支持川普了以后，收视率一下子就大跌，它的流量大量流失，这就可以说明，川普的民意基础非常高。谁能想到，川普这样一个不懂政治的人都能够当上美国总统，并且呢，还把传统的政客都按在地上摩擦。世事难预料，是不是？还有川普赦免班农这个事儿非同小可。班农打选战拉粉的能力是非常牛逼的。当年川普赢得大选，班农就是助选大臣。川普目前的支持者大概有7000万，这7000万大部分都是完全不在乎川普的执政政绩的，他们只在乎川普能干，他们只在乎川普是总统，他们都是这种狂热的爱着川普。当然了，也有小部分是理性的大部分是狂热挺川的。咱们想一个问题嘛，如果拜登4年的执政效果不理想当然了，这个执政效果不理想也未必是拜登的能力不行，主要是美国现在的内外形势太严峻你搞不好，那结果就是你拜登搞得不是很好嘛。那么之前投拜登8500万的选票，这些人这8500万人，他觉得经济没有改善，社会没有改善。这当中8500万人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放弃民主党，改投谁？
共和党吗？败军之党，提不起美国人的兴趣，而且呢，美国人是非常喜欢探索新鲜感的族群，那投谁？投川普的建国党呀。其实呀，民主这个东西真的很脆弱，需要大家来维护。民主的脆弱性在台湾啊，就体现得明明白白。两党的民主变成了两党的死斗，变成了大内宣洗脑，不管国家政治了，不管外交环境了，不管外部环境了，洗人民脑者得天下。但是这种政权啊，处理国际事务就相当无能，因为他只是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内部内耗内斗上面了啊，他不是很关注国际事务啊。那作为一个政权，如果没能力处理国际事务的话，那这个国家的衰落就是近在咫尺的事情。面具人，我前几天直播里面批评了台湾当局，我说他们外交上面的失策是非常大的，选前大量买川普的农产品和造谣了民主党，这都已经有了干涉美国内政的嫌疑了，并且呢，选后还在积极的造谣，妄图推翻选举结果，那这就是罪加一等了。事实上呢，台湾还搞出来了一个更荒唐的事情，那就是蓬佩奥明明要下台了，台湾还要和蓬佩奥的手下联合国大使搞邦交。那这种完全形式意义的东西对台湾没有任何用处，对台湾人民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蓬佩奥都要下台了，他马上就是前任政府了，你和之前的政府搞邦交政策，你搞了半天等于白搞，因为政府一下台，新的政府上来了，你之前的就浪费了，你就要重新谈政策了，对吧？但是你说又是接机呀，又是酒会宴会的，这些钱花的可是台湾老百姓的呀，对不对？并且呢，你是在拜登已经开启了交接程序，你不但积极造谣，还要和前朝政府搞邦交，你是要妄图反清复明吗？你这就是等于妥妥的羞辱了民主党呀！啊，并且呢，你选前还买这些不健康的肉类，和习近平选前买川普的大豆是一样的动作吗？帮川普助选吗？台湾这次动用国家的资本，动用国家的宣传力量和资金帮川普助选，造谣民主党，那这就是找死的行为。恰好呢，民主党它刚好又是个有仇必报的政党，民主党记仇了，民主党把川普所有的之前的过失言论都弄了个清单，你们不知道吧？这里还有个新闻啊，你们听一下。美国正副总统当选人拜登与贺锦丽将于当地时间20日宣誓就职。外交部驻美代表处至今都没有收到任何邀请函。曾自称是驻美大使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他已经无法出席美国的这个总统确认仪式了。那外交部对此也没有正面回应，仅表示会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祝贺。那看到这儿就会有很多人说，萧美琴去了呀，还专门拍了一个小视频。哎呀，面具人，我就想给你们说，你们这脑子还跟政客玩呢，这中间还有大秘密呢。我在其他的节目会详细的把这中间的黑料猛料再给你们扒出来的。有中方媒体因此断言，拜登团队疏远台湾，还称这对台湾不仅是尴尬，更是沉重的打击。祸不单行，台湾没有受到邀请，中共正在乌龟笑憋没尾巴的时候，中共也没有受到邀请。其实呀，以往以美国总统的任职的传统来看啊，外交大臣都是透过友好国会的议员们拿到门票受邀参加，出席都不是问题。可是呢，这次大陆台湾都没有被美国的政府邀请，这代表了什么呢？啊，你们自己想想。那你不邀请台湾还好说，哎，敢不邀请我大天朝，我大中共？于是呢，中共的外交发言人华春莹则表示要制裁在台湾问题表现恶劣的美国官员啊，等于说中共这边啊一石二鸟，好像说的是你不邀请我，你也瞧不起台湾，我把你们都制裁了啊。呵呵，
那么通过这种现象啊，可以看出民主党自己的情报部门已经能够分析出结论了，已经针对这次大选呀、煽动内战呀、造谣呀得出结论了，就是这次造谣美国大选，甚至是煽动美国内战，中共和台湾都有在背后推波助澜，这就印证了在造谣美国大选的这件事情上啊，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都是深切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美国持续输出革命，支持川普内战。这个话啊，是面具人我很早之前在我的社区里面发过的，你现在看一下，是不是印证了？其实呀，港台人也不容易，他一边要反中共，一边要反美共，这反不了中共了，那咱们就来反美共，结果呢，把美反了以后，却帮了中共，等于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负负得正。然后呢，无非就是培养出来几个标杆、几把镰刀，割自己的韭菜，养肥一些利益集团而已嘛，对吧？而在萧美琴等不到邀请函的消息曝光以后，台湾网络上也引起了热议，网友们纷纷留言说：“我们的莱猪都进口的是假的吗？怎么连个邀请函都不给的嘞？说好的台美关系最好了嘞？拜登都知道台湾押宝押谁啦？押错宝啦，别再自欺欺人了。莱猪都吃了，连邀请函都换不到，可怜。吃莱猪吃的心好酸啊！缩小规模，先排挤国民党，我们和美国还是好朋友，所以莱猪可以退了没？”这都是台湾网友的留言啊。那拜登的幕僚、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艾利森日前声称，拜登对一个中国的认知是毫无问题的，并且呢，他也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这个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是台湾。直言说道，台湾这个独立国家并不存在，美国也不会承认台湾独立。其实面具人我认为啊，统独问题目前来看呢，你过多的操弄没有多大意义。美国肯定是不会让台湾独立的，但美国也肯定不会让台湾归顺中共的。美国就是想让台湾作为一个工具人，而台湾呢，似乎也很愿意作为工具人。那么大个地球，你看台湾自己的眼里却只有中美两个市场，其他的市场他看不到，所以呢，就导致了台湾自己的市场经济、外贸也不足以支撑它能够自己独立，因为它的经济不够独立，它不够多元。台湾现在独立的话，切断大陆或者是美国所有的进出口贸易、观光客外贸交易，那台湾的经济立刻就会崩溃。那台湾的经济崩溃了以后，谁来背锅呢？当然是台湾老百姓啦。这些台湾的贵族，人家还始终是贵族，不会因为经济的波动而伤到他们的。你看朝鲜那么穷，金正恩穷吗？对不对？而且呢，台湾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土地人口匮乏的生态环境，这几年呢，民粹兴起，一个作为最需要靠全球化多边贸易发展自己的国家，居然说自己要走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反全球化。那面具人我就在想，说这个话的台湾人有智商没？你反了全球化了，你家里面的农产品卖给谁？你反了全球化了，你的游客哪里来？你反了全球化了，你的劳动力怎么办？你反了全球化了，你的制造商品卖给谁？你反了全球化了以后，你的外贸多边贸易怎么办？你反了全球化以后，你从哪里搞外贸赚钱？你赚不到钱了，那这些油水出在谁身上？谁来背这个锅？台湾人嘛，台湾老百姓嘛。其实呀，孤立主义甚至是闭关锁国都无所谓，反而呢对统治者有利，对老百姓肯定是不利的。因为门一关上，对吧？可以走奴隶制了，关门打狗嘛，对吧？你看朝鲜那么穷，金正恩穷吗？不也是闭关锁国吗？不也是反全球化吗？对不对？然而呢，台湾人民都在喊我是保守主义，我是右派，我反全球化，我们台湾关你屁事呀！面具人我不知道说这种话的是五毛还是台湾人真的蠢啊！
如果这是台湾人的心声的话，那我从台湾人身上看到的是越来越重的奴性。奴才一直在护主子，奴才一直想帮主子关上大门搞奴隶制，有没有搞错嘛？奴才要帮主子搞内循环呀！哎，你们想一下啊，真正的国际政治的高手，或者说是一个合格的国际政治的政客啊，咱们来看看菲律宾吧，人家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吧？关键时刻，人家菲律宾还敢发狠，杜特尔特向美国下了最后通牒，华盛顿方面必须向菲律宾提供至少2000万针的这个预防的东西，你们懂的这个词儿和谐，我只能说到这儿就是这。你美国要是不提供菲律宾就将终止访问部队协定，不让你美军来了。在会上呢，杜特尔特还强调，如果美国不能提供的话，那美军最好的结果就是离开。这种强硬勒索的态度赢得了菲律宾国内的掌声，并且呢，杜特尔特还故意劝说自己的女儿说，我不建议我的女儿参选菲律宾的总统，以此来讽刺川普。不是川普的女儿伊万卡也想参选总统吗？菲律宾的总统故意这么一说，专门用来羞辱川普。你们想，菲律宾的这些行为都是在打砸前朝政府，在勒索前朝政府，都是在戏弄勒索川普。那菲律宾这么做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呢，菲律宾的这个表态，包括积极给拜登祝贺，都等于说是照顾了民主党的情感，甚至替民主党出了气。同样呢，杜特尔特对中共习近平也是拿到好处就骂习近平的次数也不少。但是没办法呀，美中都要和菲律宾搞外交呀，谁让人家是南海第一线呢？是不是？可是呢，同样是处于岛链关键位置的台湾，就没有如此灵活猥琐的外交能力啦。可能猥琐有余，灵巧不足台湾对国际政治的判断能力之差，一错再错，不懂国际外交的轻重缓急。其实台湾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毫无外交能力。其实台湾称不上国家很正常，因为台湾就不具备国家级别的政治视野，台湾就不具备国家级别的政治判断能力，台湾就不具备国家级别的外交能力。你想嘛，台湾支持谁就支持错了，判断谁就判断错了，并且呢，老得罪人，这个不得罪还好，一得罪就得罪了世界上最强的美国和中国不知道俄罗斯有没有得罪你说你咋这么跳的呢？对吧？咱们不是说不敢得罪你得罪也行，你得罪了，你能赚到钱，你能拿到好处，那也算你有本事。关键是你这个得罪了还是打自己的脸你得罪了以后，你没有伤到别人，而且你伤到自己了，而且你没有任何好处呀，对不对？台湾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民主玩成了民粹反制，这中间有共产党外部渗透的原因，也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民主到民粹的转变。自从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对华尔街的精英、大机构以及美国的主流建制派政党越来越不满，认为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贪婪与放纵导致了这次的经济危机。当然了，仔细研究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从那一年开始，美国的民粹主义游行就一年接一年的扩大，其中最著名的、声势最浩大的便是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一开始的参与者只有1000多人，后来呢，迅速的扩展，蔓延到了纽约以外的旧金山、亚特兰大、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等上百个美国的主流大城市都出现了大游行，参与的美国人一度增加到了数百万。美国人困惑于为什么经济发展了，我们普通美国人还是这么穷？为什么美国的财富都聚集在了顶层人的1%的人的手上？为什么精英们那么有钱，还要制造经济危机来坑害我们普通人？5年之后，这场运动余音绕梁，影响了美国的大选。
当大多数分析家们都以为是代表美国商界精英、大资本家的希拉里会稳赢的时候，反移民、民族主义，甚至是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川普这个亲民亲底层的政治素人，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居然成了美国的总统，打败了纵横政治江湖几十年的老油条希拉里。川普的上台是美国民粹主义的胜利，以 Twitter 治国闻名的川普就是一位典型的民粹主义总统。他不是政治专业，但是呢，川普的这种简单粗暴的言论、直爽的个性，比起看似装逼高冷的高高在上的民主党，更亲民的川普得到了更多的底层民众的喜爱。不过呢，川普也确实是带起了民粹反制的浪潮，带起了民粹主义。那什么是民粹主义呢？民粹主义又叫做大众主义、平民主义。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人民做主，但这其实并非是真正的民主。比如我们常说，法官断案子的时候不能被广大民意给绑架了，要有法官自己的理性判断，就是因为民意往往会带有一种主观的善恶情绪，并且呢，这种情绪又容易被别有居心者随便引导。真正的民主呢，是一种精英与精英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乃至利益团体与大众之间的协商与妥协，达到互相都基本满意的一种妥协。主要是理性在参与，不是感性。如果是感性的话，大家各自为主各自发泄情绪，没必要妥协，爽就对了，是不是？这种理性的取舍会为大家营造一个大家都好的氛围做出一个都让大家不吃亏，或者说是吃不了太多亏的一种好的取舍。那民粹主义就是民主的一种劣化，是人的思考从理性降格为感性为主，也是精英与大众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无法再协商了，形成对立了，甚至就是你死我活了。这中间不需要理性了，只需要感性，干死你就对了，有你没我，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境地。咱们思考一个问题民主究竟是靠什么支撑的？几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话到今天依然受用，只有中产阶级占到多数，才能支撑起健康的民主。因为中产阶级往上有一点，往下呢也能分配一点这些人呢不高不低这些人占大多数就行了。但是呢，到了今天中产阶级已经迅速流失了，他们从中产变成了心怀愤恨的中下层。可是呢，人性的贪婪就是这样就会导致很多人不愿意阶级流动。大家都想当有钱人，大家都想这个人往高处走嘛，走到高处了以后就不愿意下来了。中产和富人总喜欢欺骗压榨脑子没他好使的，于是呢，一场新的战争就开始了底层人和中层人，中层人和上层人的对立。所以呢，你看共产党搞了一个什么高压阶级统治，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只要这些老百姓他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心里面就能高潮但是呢，这也是人分层，人分种姓的一种玩法。其实这种玩法，这种特性，社会进化也是人的一种劣根性的体现这个问题需要通过高理性的教育来解决并且呢，每个人赚到钱了以后都必须要有相当高的觉悟。你像咱们中国人普遍有钱了买一个20万的水龙头一杯酒喝2000块钱，甚至一杯酒喝8万块钱对吧？50多万的茅台喝。但是呢，这些人他宁愿把这个酒倒到马桶里，他也不愿意拿其中的1/1000的钱去给小孩资助个学校呀，给山村的小娃买点吃的呀，不行。这就是人的这个劣根性，并且呢，这种现象在中国人身上非常严重，全世界身上都有，
只是中国人身上非常非常严重。你去看越民主的国家，越文明的国家啊，那里面的有钱人都是说白了啊，有点傻的那种。哎，你走到街上，你说老兄啊，给我借上50美元。他说为什么要给你借啊？别问那么多啊，就给我借。结果呢，他就借给你了啊。所以呢，面具人，我这里有个问题啊，问一下观众朋友们。哎，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一个毫无见过的陌生人，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啊，你愿意把你的财富的多少分出来，不问缘由，毫无理由的赠送给这个陌生人？留言告诉我，并且呢，在后面附加上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你留下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以及你留下你愿意捐出你的钱的多少。这个测试题我会在今天发的另外一个节目里面让你找到答案。